我小小的愿望是说，希望大家一篇一篇慢慢看完50+50之后，人生可以从这个觉察到成为让自己过上100分幸福的生活。像好哥，你经历了这么多工作的经验嘛，在台积电，有在淡马锡，也有在大雅创投。那当时你是怎么样去做到工作跟生活平衡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好哥可以推荐一本书啊。我推荐这本书不是因为他写得好，是因为他写的过程当中呢，写到我的心坎儿里。因为他这本书叫做《反时间管理》，反时间管理，它其中有一段反是反对的反，但它这个书名可能会大家误解，好像觉得是反对时间管理，它不是的，它其实如何反思时间管理这件事情。那其中有一段呢，他一讲完之后，我就很有感慨。他说，如果当你想要去做生活跟工作的平衡的话，他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你是没有办法平衡的。我一看到之后觉得，怎么会这样讲？但是觉得好像有点对。他说，什么叫做没有办法平衡呢？因为当你想要问生活跟工作要达到平衡的时候，你本质上面就是把生活跟工作是分开的。大家听一下他这个论证当成是一种观点，不一定要同意。他说回过头来我们认真想，生活怎么会分工作跟生活呢？因为工作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大家会这么期待退休的原因。因为所谓退休呢，我问很多人说，那你退休你想要干嘛？退休是不用再工作啦。可是回过头来，因为我们都是在肖邦这样社团里面，对于巴菲特跟查理芒格这两位老大哥一定不陌生。在波克夏海瑟威股东大会的时候，别人就问这两个老大哥说，哎呀，你们是90多岁了，当然查理芒格去年过世了，以前他们两个都在的时候，就问他们说，哎呀，你们两个老大哥年纪都这么大了，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啊？就可以过了清闲的日子，不用再工作啦。那查理芒格几乎都不说话，但是巴菲特呢，通常就会笑笑的看着那个问他的人说，什么时候退休？我们又没在工作，为什么要退休呢？大家听一下这句话的含义，他又没在工作，他为什么要退休呢？换句话说，你看巴菲特每天开着老爷车，穿着跟这个查理芒格一模一样，数十年如一日灰色的西装，甚至两个人到最后连长相都越来越像，然后偶尔吃着 Seeds 巧克力然后麦当劳汉堡，喝着他自己投资的可口可乐然后晚上呢去打桥牌，然后一整天在办公室里面可以花这个甚至10个小时去研读各家不同的公司，包含上市上柜的公司，还有他自己在整个投资组合里面将近80%不是上市上柜公司的财务报表或相关的资料，他乐在其中，他不觉得他在工作，他只不过是把所有的行程排起来之后，这一部分是属于跟财务相关的而已。那桥牌也算，这个研究也算，然后早上呢开着车去公司也算什么呢？只是他行事历中的一个活动，这都是他的生活。所以当这些全部都是他生活的时候，他就没有工作的感觉。所以底层逻辑是什么？底层逻辑我想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故事呢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喜剧泰斗也是算是脱口秀的领域里面非常厉害的一个，又算老演员了，叫金凯瑞。金凯瑞有一次去大学演讲，然后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呢，他说他这一辈子会这么喜欢说笑话，然后这么喜欢搞笑，然后最后变成一个脱口秀演员，后来变成一个喜剧的谐星，都归功于他的爸爸。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从小他爸爸就是一个在家族里面超级会搞笑的人只要他爸一在，哇，整个气氛就很热络这个也笑那个也笑，所以他就觉得他爸爸是一个搞笑的高手，所以他跟他爸讲说，爸，你应该去做喜剧演员，你应该去做脱口秀演员才对结果呢，他爸呢去在他们小镇里面找了一个财务会计跟行政的工作。他说，爸，你怎么会做财务会计跟行政的工作呢？这跟你的喜好跟兴趣跟天赋不合他爸说，孩子别傻了，你不懂。坦白讲，兴趣固然重要，不能当饭吃，我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这个稳定的工作才能够养活我们全家。所以行政跟会计虽然不是我喜欢的天赋，但是可以稳定养活你们。他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很有道理，但好死不死，因把我告衰，只要他爸待的公司几乎都会倒所以这一辈子呢很有趣，他爸爸为了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就放弃了他的天赋，但是就算是稳定工作也不稳定。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观察，让这个金凯瑞痛定思痛，其实也没有痛了，他决定了我将来一定要走脱口秀，一定要走喜剧，一定要走谐星，一定要走这个我非常喜欢的道路。为什么？
他最后对这群大学生，因为在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嘛，他说这2句话，也给好哥非常大的启发。他说，如果像我爸一样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都未必会成功，那么为什么不试试做自己喜欢的呢？这句话很重要，好哥再跟大家讲一次啊。这个每一次我讲这段话，我自己都很感动啊。为什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智者在提醒我们，生命只有一次，而最重要的从来不仅是赚钱跟工作的本身，而是活好自己生命当中每一分每一秒。所以，如果做你自己不喜欢的工作都不一定会成功，那么为什么不试试你喜欢的呢？所以其实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这个问题说工作跟生活要怎么平衡，其实坦白讲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从来不知道怎么平衡，我也没有找到过，是因为在2012年我身体不好回来之后，自己赋闲在家，身为一个就是裸辞之后啥事都没有干的人哈，开始很恐慌，很恐慌怎么办呢？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是别人赋予我各种不同的任务，我觉得基本上被别人赋予就是被动接受任务，我觉得很开心啊。再怎么忙的话，虽然不是这个就是很喜欢，但是也就惯性的做着了，反而是让自己赋闲下来之后，自己去安排自己工作，类似属于退休状态的时候，人还不习惯，所以人很奇怪啊。不要以为说掌控自己的时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被别人赋予工作，被动的被别人赋予生活惯了之后，我们是没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的。但是这是一个过渡期，当过了几年之后，我在恐慌尝试，然后慢慢找到自己的喜欢的时候，就像这几年，包含出书，包含上课，包含做 podcast， 我就发觉很棒。很棒在什么地方呢？我曾经写下来说，很棒在于说，第一个我可以掌控我自己的时间，第二个我可以把我的时间呢，在复制的状态之下可以帮助别人，第三个我可以在我做我喜欢的工作的同时还可以有收入。哇，这是一件多么棒的事情！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有收入，还可以利人跟利己。我觉得，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又可以有收入，然后可以帮助别人，这叫做维持好关系的话，从小就灌输这样的一个叫做寻找的目标的话，我觉得这一辈子你基本上不会想要去这个分什么叫做生活跟工作是需要平衡的，因为基本上你生活也在工作。为什么人呢？只要从早上起来那一刹那开始，就算是刷牙洗脸，坦白讲，它都在活动嘛，它只是你形成的一部分而已。而如果说你形成了一部分可以帮你赚钱的话，它既是工作也是生活，那你就不需要平衡啦，因为你在过日子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好哥想推荐一本书给大家，这本书已经是好哥案头的好书了。这个作者叫做纳瓦尔，他的书叫《纳瓦尔宝典》。接纳的纳，砖瓦的瓦，尔呢就是可尔必斯的尔。他有一段我认为是名言，他说：当你找到你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工作了。跟这个巴菲特跟查理芒格讲的是一样意思。当你找到你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工作。他那个不需要再工作的意思就是，你就在做你喜欢的事情，你就在生活了，你就在过日子了。所以这个寻找这个喜欢工作的这个过程呢，它基本上是本质上就是一个生命跟生活的过程。可是这边也会常常被人家问到好哥接下来的问题，好哥我找了半天就找不到我喜欢的工作该怎么办？我怎么找就找不到，很正常啊，因为找的过程当中碰到不对的人，碰到不对的事，碰到不对的产业，甚至碰到不对的情绪都有可能。那有另外一本书，我觉得或多或少可以提供我们自己解方，这本书叫心流，心脏的心，流水的流。它有一段说，如果你找不到你喜欢的工作，试着用你喜欢的方式去工作，试着用你喜欢的心态是工作。这也就是《与成功有约》史蒂芬·科维讲的高效能人士，他这本书《与成功有约》叫做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其中第一个习惯叫主动积极。他这主动积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把你的情绪，不要把你自己对人生的选择权这件事情都交付给别人，都依靠给他人，你要拿回来，对自己生命要有主动权跟主导权。所以如果第一个你去寻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跟热情的工作，太棒了，你分分秒秒你都基本上幸福快乐。找不到怎么办？找不到的话，工作不喜欢，但你可以有仪式感去喜欢。就像我很多朋友这个没事在工作的时候，老板讨人厌，同事讨人厌，挂了个耳机，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让这些舒服的音乐，让这些疗愈的音乐去盖过他这些讨厌的老板跟同事，让这样的一个音乐呢，充斥在他的整个脑内的这个脑内啡跟这个血清素里面，让他感觉到分分秒秒，环境不喜欢，人不喜欢，但他自己喜欢他自己的
感觉。所以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式，找到自己喜欢的感觉，让自己在整个生命当中的分分秒秒感觉到快乐，感觉到幸福。工作它的本质变成了生活，我们就不需要再平衡了。那至于第三个好哥常会碰到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好哥虽然就算我找到喜欢的工作或者喜欢的方式去工作，但如果我还是累得要死，所以累得要死就是工作的压力很大，然后虽然很快乐，但是忙得跟鬼一样，以至于没有办法照顾到自己的健康，照顾到自己的家人跟好关系的话，该怎么办？我说那自己就是我们要选择留白的时候啦。包含好哥在台积电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机台都有15%的冗余。留白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在刚看待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大家去想一下，连巴菲特他每天上班结束之后，都要拨一部分的时间去打桥牌。这桥牌代表什么含义？代表他刻意空下来给自己空白的时间。所以留白不仅是为了休息，它也是补足我们人生当中要提升能量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来，应该算10多年来，我都会把空白这件事情呢，刻意放在行事历里面。我只要多的事情啊，多到一定程度，我就会多一件事情，我就减少一件事情，多一件事情就减少一件事情。我要那个留白的百分比呢，在我的每一周的行事历上面要足够大。留白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行程，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会一不小心让自己看起来好像忙得很快乐，忙得很舒适，但一不小心呢，又把自己的身体逼到绝境。我们讲说杀鸡取卵，一旦身体都没有了，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啊。所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或者是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式跟这个心态去工作之外，试着让自己留白啊。好哥写了过一篇文章，留白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人，还是为了彼此。留白给自己，你才有机会留空给他人，你才有机会呢把注意力放在跟别人关系的维持上面，叫留心给彼此。所以留白给自己，留空给他人，留心给彼此。或许我们不用做1流的人才，可以做个3流的人才，留白、留空、留心让自己有余裕，让自己有空闲，让自己可以装得下属于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这样情况之下，除了赚到钱之外，也可以赚到闲，还能赚到好健康，还能赚到好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好哥从3茶到这个3维，他真正的目的呢，有4件事情：有钱、有闲、好健康跟好关系。然后希望大家做富足，就富有之外呢，要知足常乐。这也是查理芒格说的人生之所以幸福，从来不是拥有的多，而是期待的少。我们常讲说人不怕穷就怕比别人来的穷。所以成为这件事情从来不是跟别人去做比较的，而是跟我们自己分分秒秒去比较的。所以只要有钱、有闲、好健康、好关系，从富有到富足，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过出属于自己成为的人生大概是好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概念。今天真的很开心，很谢谢好哥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是很谢谢好哥。那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希望有机会可以再邀请到好哥，因为我相信今天大家听完一定也超级有收获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晚上的陪伴，感恩。对，谢谢大家。